也许你曾把自己的大脑当成一个让你受限的地方，那些反复出现的怀疑，那些习惯性的退缩，那些在关键时刻让你停下来的声音，看起来像是一种阻碍。你会觉得，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才无法改变？是不是那些早已形成的模式，已经决定了我能走多远？于是你开始对自己产生一种无力感，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框架一直在限制你。但你的大脑从来不只是限制，它更像是一片会随着你经验改变的土地。每一个你反复出现的念头，每一个你愿意停下来觉察的瞬间，每一个你选择不同反应的时刻，都在重新雕塑这片土地的形状。你的神经连结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在不断变动的。只是当你没有意识时，它会沿着旧有的路径运作，让你感觉一切都是注定的。但当你开始看见，原来我可以不照原本的方式反应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当你在熟悉的情境里多停留1秒，没有立刻走回旧的选择，你的大脑就开始为你建立新的连结。一开始很微小，甚至几乎感觉不到，但那条新的路已经出现了。当你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走过，那些新的可能就会慢慢变得清晰。你会发现，原本让你停住的地方开始有空间，原本让你困住的循环开始松动。这不是因为你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因为你开始使用不同的内在路径，而这些路径会直接影响你如何选择，如何行动，如何回应世界。于是你的未来也在这些微小的改变里慢慢转向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不是被你的大脑限制住，你只是还没有使用它的另一种可能。当你开始有意识的选择，你的大脑就不再只是过去的延伸，它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，一个让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，重新靠近想要的生活，重新走出不同轨迹的地方。而这个改变从来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开始，它只是从你此刻愿意用一个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开始。慢慢的你会察觉，那些你曾经用来责怪自己的地方，其实都有迹可循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用它熟悉的方式运作。当你在某些情境里感到紧张，当你在关键时刻退缩，当你明明想前进，却又停在原地，你过去可能会第一时间对自己失望，甚至觉得为什么我总是这样。但当你开始理解神经的运作，你会慢慢看见，那不是一种缺陷，而是一种被建立出来的反应。你的大脑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建立出一套预测系统，它会记住哪些情境曾经让你不安，哪些选择曾经带来压力，然后在类似的时刻提前启动保护机制，让你停下来，让你犹豫，让你不要轻易冒险。这样的运作不是在阻止你，而是在保护你。只是有些保护来自于过去的环境，却被带到了现在。当你开始理解这一点，你与自己的关系会出现一种很深的转变。你不再那么快地责怪自己，不再那么急着否定那些反应。你开始多了一份空间，去看见，去理解。当你在某个瞬间对自己说，原来我会这样，是有原因的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接收到一种新的讯号，那是一种温柔的允许。这份允许
会慢慢取代过去的批判，让你的内在变得比较稳定。你会开始发现，那些原本让你困扰的模式，并没有那么难以改变，因为你不再与他们对抗，你开始与他们合作。你会在熟悉的情境里多一点觉察，多一点选择，而不是自动的重复。这样的改变也许很细微，但它会一点一滴地重写你的内在结构，让你不再被过去牵着走，而是开始有能力用新的方式回应现在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从来不是问题，你只是还没看懂自己是怎么运作的。而当你开始理解，你就不再急着否定，你会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空间，多一点温柔，给那个一直努力在保护你的自己，也给那个正在慢慢学会用不同方式活着的你。在那些没有人听见的时刻，你其实一直在和自己说话，一句一句，有时很轻，有时很快，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有完全察觉。我是不是不够好？这样应该不会成功吧？还是不要冒险比较安全？这些声音看起来只是念头，但你的大脑会把它们当作指令。每一次重复都在神经之间建立一条更稳固的连结，让某些想法变得更容易出现，让某些结论变成自动的答案。久而久之，你不再觉得那是一种可能，你会开始觉得那就是事实。于是当你面对新的情境，你的大脑会优先调出那些熟悉的答案，让你在还没真正尝试之前，就已经替自己定义了结果。这不是因为未来已经被决定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已经习惯用某一种方式回应世界。但这里也藏着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如果这些预设答案是被重复建立的，那么它们也可以被重新书写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对话，你就不再只是被动接受。你开始在那些念头出现时，多停留1秒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相信它。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时，你不再立刻跟随，而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也许还有别的可能。这样的回应一开始很微弱，甚至会被旧有的声音盖过。但只要你持续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学习一种新的模式，让不同的想法有机会被保留下来。这些新的连结会慢慢累积，让你在下一次面对相同情境时，不再只有一种反应。你开始有空间，有选择，有不同的方向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过程里慢慢稳定，因为你不再用单一的结论限制所有的可能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对自己的声音已经不一样了。它不再只是批判，不再只是怀疑，而是多了一份理解，多了一点支持。而这样的转变会影响你的一切，你的选择，你的行动，你的关系，甚至你看见的世界，都会因为这些细微的对话，慢慢产生不同的走向。你会明白，你的大脑从来不是固定的答案库，它更像是一个正在被书写的地方，而你每天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在悄悄决定下一次它会给你什么样的回应。而现在的你，已经开始用更温柔也更真实的方式，为自己写下新的答案。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很多你以为固定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你习惯相信的样子。那些关于自己的定义，那些对未来的预设，
那些反复出现的念头，看起来像事实，却更像是一条被走过很多次的路。你的大脑会让这些熟悉的路径变得顺畅，让你在面对世界时，自然地回到那些已经存在的结论。于是你会觉得，事情好像总是这样发生，你也总是这样反应。但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，只是那条路你走得太久了。当你开始在某一刻对一个熟悉的想法产生怀疑，不是否定，而是轻轻地问自己，一定是这样吗？这个问题会在你的内在打开一个空间，你的神经系统会在这样的停顿里松动，因为你没有立刻回到原本的轨道，而是允许自己站在一个新的位置看事情。当你愿意相信一点点不同，哪怕只是也许事情可以有另一种发展，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尝试建立新的连结。那些原本没有被使用的路径会慢慢被点亮，一开始很微弱，甚至不太稳定，但只要你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让这个新的想法存在，那条新的路就会慢慢清晰起来。你会开始发现自己不再只有一种反应，不再只能走同一条方向。你的选择变多了，你的视角变宽了，而这些改变会一点一滴影响你的行动。当你的行动不同，你的经验就会不同。当你的经验不同，你的大脑又会再一次更新它的理解。这是一个循环，也是一种扩展。你越愿意相信不同，你的神经回路就越能改变。你越改变，就越能看见新的可能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不是被过去困住，你只是还没有走出那条你一直习惯的路。而现在的你，已经开始在那些细微的选择里，为自己开出新的方向，让你的内在慢慢长出一条通往不同未来的路。也许你没有发现，你每天都在心里为自己说着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不一定完整，却在一段段片语里反复出现。关于你是谁，你可以走多远，你值不值得被爱。有时候那个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习惯性的结论。我好像总是做不好，事情大概不会顺利，我应该没有那么重要。这些话看起来只是念头，但你的大脑会把它们当作一种持续输入的讯号，每一次重复都在强化一条神经路径，让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真实。久而久之，你不再只是这样想，你会开始这样看世界。你会在机会面前犹豫，在关系里退让，在还没开始之前就替自己设定界限。不是因为你真的不行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已经习惯用这样的故事理解自己。但故事从来都是可以被改写的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不再只是被动地听着那个声音，你开始在那些念头出现时轻轻地放慢，不是立刻否定，而是多加一点温柔。当你原本想说我是不是又不行了，你可以轻轻地换一种方式，我还在学习。当你想说事情一定会失败，你可以多放一个空间，也许还有不同的可能。这些改变一开始很微小，甚至不太习惯，但你的大脑会记住，它会开始为这些新的语句建立新的连结，让温柔成为另一种可行的方式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语气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对自己发出威胁，
你开始在内在创造一种可以安心存在的空间。而当这样的对话反复出现，你的内在故事就会一点一滴的改变。你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，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世界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容易否定自己，不再那么快把自己放在后面，因为你已经习惯用一种更温柔的声音陪伴自己走过每一个当下。而你的大脑也会在这样的故事里慢慢相信你是可以的，你是值得的，你正在走的路是可以被支持，也可以被实现的。也许你曾把某些卡住的感觉当成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，好像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好像事情到了这里就会停住，好像再怎么努力，最后还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。那些限制久了之后变得很真实，真实到你不再怀疑，甚至不再尝试跨越。你的大脑其实只是忠实地重复它熟悉的模式，那些曾经走过的路被一次一次强化，让它变得快速、自然。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出现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自动启动，让你用过去的方式反应，用过去的结论理解。这一切并不是命运，而是一种被练习出来的习惯。只是这个习惯发生在你很深的内在，让你以为它是固定的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你会慢慢松开那种我就是这样的认同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这些限制只是过去留下的神经路径，而不是现在唯一的选择。这个理解会在你的内在产生一种空间，你不再那么快被带走，不再那么自动的重复。当熟悉的反应出现时，你可以多停留1秒，不是抗拒，而是看见，原来我又走到这条熟悉的路上了。而就在这个看见里，一条新的可能开始出现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觉察中松动，那些原本固定的连结开始不那么紧密。你可以选择不再完全照着过去的方式走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，只是多一点不同的回应。但这些微小的选择会慢慢为你建立新的路径，让你的神经系统学会，原来我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存在。当这些新的经验累积，那些旧有的限制就会慢慢失去力量，不是因为你把它们消除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只走那一条路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原本让你卡住的地方开始变得柔软，原本让你停下来的念头不再那么绝对，而你也不再被过去定义。你只是带着那些曾经的经验，慢慢走出一条属于现在的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